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今天我们聊一下一个游戏的话题，讲一下格斗游戏为什么不火然后街霸五到底有多烂这么一个话题那么最近看了日本 YouTuber 种井户的一个视频他讨论了一下格斗游戏为什么并没有那么火的3个理由所以今天就用中文来分享一下他视频的大致内容所谓游戏火不火呢，其实是个相对概念。格斗游戏其实是电子竞技的一种，而同样的电子竞技中呢，格斗游戏的游戏人口就非常少，所以我们说格斗游戏是比较冷门的游戏分类比如说，你说世界知名的 DOTA 游戏大赛奖金可以达到30到40亿日币，而格斗游戏呢，顶尖的水平呢，奖金也大概只有5000万日币。奖金的多少呢？显示的是赞助商的收益，片面反映着游戏的人口。所以按照这个数据呢，简单推估格斗游戏的热度呢，大概是 DOTA 的1/80算是电子竞技的冷门。那么格斗游戏如此冷门的原因大致有以下3个第一个就是贵现在主流的比较火的对战游戏，大部分都是基本游玩免费，后续氪金类型的游戏比如国内的王者荣耀，还有 Apex 还有堡垒之夜、DOTA 这些等等但是格斗游戏呢，大部分都是要先花钱购买软件，然后才能开始游玩其实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游戏人数本来就少，人数少吧，你只能薅羊毛，像这么一小部分人薅，所以呢，你就不能免费你不免费呢，又推高了游玩的人数少所以呢，贵是一个理由。但是呢，是不是把格斗游戏变成免费化之后，游玩人数就会多呢？那也不是，因为光荣呢，他也做过这事就 Dead or Alive 就这个格斗游戏呢，也是基本游玩免费你看人口有多少呢？其实也没多少，是吧？那就涉及到格斗游戏的真正核心上了，贵是一个影响，但是它不是主要原因格斗游戏游玩的人数少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稳，就这个游戏太稳了。就是和其他更多人热衷的对战游戏相比呢，格斗游戏没那么上瘾所谓的游玩上瘾主要是来源于下一把我能赢的一种期待很多大逃杀类的对战游戏其实有大量的随机要素在里面，刚下来的地图位置还有第一把拿到的武器等等都会对游戏胜负产生巨大的影响。游戏技巧不管怎么高，运气的因素和随机性依然很大经常容易被菜鸟反杀。而3对3这种对战游戏，像王者荣耀，它随机匹配的战友和对手呢，也会左右胜负所以失败了之后呢，王者荣耀不会觉得说我下一把赢不了大部分的人呢都心不甘情不愿，觉得下一把再来的话呢，我就能赢所以呢，随机性这方面呢，格斗游戏其实是比较弱的基本呢，就是说你在游戏里面遇到强的对手你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你再打一把也打不过，就没有随机性所以呢，现在电子游戏上瘾的其中一个理由呢，和赌博是类似的那就叫做随机性而格斗游戏呢，恰恰是随机性极低的一种游戏所以呢，它就上不了瘾。格斗游戏玩家呢，凭着天赋呢，就画出了这个无可逾越的鸿沟。在日本，像梅原大悟梅老板这样的选手，20多年都在顶尖那么和这些高手差一个段位的玩家呢，就怎么都打不过那个段位的高手你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现象，在街霸5里面，为什么天梯高分的选手在正式比赛中呢，都属于菜鸡原因就在于呢，职业选手他们只能在和自己同一段位的对战比赛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但是天梯积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要尽量虐待比自己更弱的选手你要的是积分，而不是自己要变强你看职业选手他的水平提升呢，基本上都只有自己同一段位战友的练习赛呢，才能让他提升。然后打这些比赛呢，基本上5-5开5-5成不是说一定会赢。那么这个积分就不高呀，那你浪费时间去打天梯去积累那个积分，其实没有任何必要你只有打那种5-5开的比赛，才能够让自己成长。因为天梯的积分逻辑和真正的职业选手要变强的逻辑是相反的，所以呢，虐菜的天梯高手呢，上了职业赛自己就成了菜你一天到晚热衷于虐菜在人家眼里你也是个菜所以当实力之间有那么大的鸿沟，大部分人玩格斗游戏就是遇上了打不过的对手，你打几次都打不过基本几次之后就心灰意冷，就不打了，就换其他的了。所以呢，上瘾的人少那么人气自然就会低一些格斗游戏比较冷门的第3个理由呢，就是难。和市面主流的 BBB类游戏相比呢，格斗游戏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放在所有的游戏分类当中呢，格斗游戏都可以说是最难的。这个难呢，不是说操作的难度或者熟练度的难度难度主要是难在庞大的对策准备需要的脑力和心力你比如说一个一般的游戏玩了30个小时那基本上都已经到通关的程度了各种熟练度基本上都满了，整个游戏的系统你也清楚但是格斗游戏呢，你30个小时打完了，你把各种连招练得炉火纯青套路已经铭记在心，你会发现你上去对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练的那么多套路，我练的那么多连招，啥时候能出你比如说街霸4的时候，我练好了这个桑吉尔夫然后呢什么旋风大作什么的，哎呀那些可难的那些都练出来了，结果
上去遇到了个加米哈，这个加米一直在直跳啊，一直在直跳。这个桑吉尔夫没升龙嘛，也没什么对空，结果就一局下来，我摸都摸不到他，他就在你头上飞来飞去哈。然后呢，也不放什么大招，也不放什么连技哈，就是那种直跳再加个腿，直跳再加个腿，基本上盘我都是 perfect 的输哈。所以在格斗游戏里面，你最初遇到的肯定不是什么一上来就给你打一套连招，然后呢看你的破绽的那样的人哈。大部分呢都会遇到那些用简单的套路收拾你这些初学者的那些老赖哈，因为他们也不想费那么多脑力，一看你是初学者，哎，我就用这种赖招赖死你。你像街霸5里面瑜伽的这个瞬间移动这个套路啊，就是初学者杀手啊，基本上你没有学过那个套路的对策的话，你就必死哈，那基本上就弃坑了。但是实际上这些所有的赖招呢都是有对策的哈。那么瑜伽的这个瞬间移动啊，你会了对策之后呢，也就那么回事，也没什么难的。而刚刚说的那种各种角色的赖招对策，这些全部都是游戏自身攻略中不附带的东西啊，那就很尴尬。一般游戏呢，攻略都是在游戏里面可以看到啊，但格斗游戏是唯一的所有攻略几乎都不在游戏里面的游戏哈。格斗游戏呢是唯一考验情报收集能力的游戏哈，在文字量上来说哈，你格斗游戏攻略的那个网站哈，它有的那些文字量啊，是所有游戏当中最多的哈。那么就因为这个理由呢，格斗游戏到现在为止呢，也还是世界上最难的游戏哈，一般人是很难轻易的上手哈。而且呢，仲景户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年街霸5推出的时候呢，让很多人都开始惊呼，就格斗游戏要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是当初推出的街霸5啊，它烂到什么程度呢？它就是太草上线了哈！你能想象一个刚上线的格斗游戏，它没有剧情模式啊，它还连挑战模式都没有啊，就是那种练习连招的模式都没有，它只有对战模式。然后呢，这个对战呢还比街霸4要不稳定。那你说这个游戏它实在是推出的太没有诚意了。为什么卡普空当时会推出这么潦草的一个游戏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玩格斗游戏的就那些人，然后让他们能玩就行了。如果你开发商都是以这种想法去开发游戏，那格斗游戏是不是更不可能有什么未来可言呢？这些格斗游戏的开发商已经没有什么想法去招来新的用户啊，就是想在我们这些旧的这些老玩家身上就是继续盘剥。当然街霸5呢确实是特别的垃圾哈，但是街霸6呢据说呢还是可以的哈，就是开发进度上来看，应该不会有街霸5这样，它还会出一些故事模式，还有半开放世界的这种任务啊，就是让这些新玩家能够加入进来。所以整体而言呢，这3个理由讲下来，你就知道在快节奏游戏流行的当下呢，格斗游戏确实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格斗游戏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它的顶级选手聚集了其他游戏所没有的尊敬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游戏那么难，而且又那么稳，所以呢，顶级选手呢就让人心服口服。这就像下围棋一样的，对吧？就是下围棋，你很多人他都不会下，但是呢，他就是觉得下围棋的那个人就是很牛。你像日本电竞的很多明星啊，什么梅原大悟啊，什么东大，其实都来自于格斗游戏。那么所谓的英雄呢，都一般是只可以突破阶层，战胜上一段位的少数人啊。而格斗游戏的英雄呢，刚好相反，是站在顶层摁死你向上心的那一群人，就是他们实力强大到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随便的就战胜他们。所以这次 EVO 的这个决赛啊，类似卡瓦诺这样的新生代成为了新一代的年轻的冠军呢，这也是一个英雄传说的开始了。最后讲讲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就是讲讲为什么日本在格斗游戏里面要比其他国家更强一些啊，顺便讲讲中国能不能在格斗游戏上有出头的机会，也产生我们自己的英雄呢。那么日本之所以会比较强呢，是因为他们格斗游戏圈里面的沟通特别好，就是格斗游戏圈里面呢都是朋友嘛，顶尖选手呢很快就组成了几个战队啊，然后互相之间比赛特别的多。前面就说过了，水平要提高啊，就一定要和同段位的选手呢经常联系，经常比赛。北美和中国都这样，就是说高手就那么几个，而且互相之间交流的也比较少啊，也没有那种成熟的联赛体制啊，所以呢，相对的水平就会更低一些啊。那就好比我们说足球为什么欧洲是最强，因为他们第一，他们各国的联赛就比较强；第二，他们强队之间比赛也比较多啊。他们欧冠啊，打欧冠，他们就是一定是高水平之间的互相切磋哈，所以呢，他们的选手得到锻炼呢，也比其他国家要更多啊。那么中国格斗游戏要起来呢，也和中国足球是一样的，就是你最终呢还是要去欧洲踢球啊，就是你的球员不管你自己赚多少钱，你如果去不了欧洲踢球呢，那你就是个废啊，你就是肯定是上不了最高档次的。那么中国格斗游戏呢，也就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要经常到日本去打比赛哈。你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职业体系，然后要有战队制度，然后还要多找日本的这些顶级高手去比赛啊。这些都做到之后呢，就好像中国有很多人在欧洲联赛踢球，然后那么你中国国家队的实力能不强吗？都一样的是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讲这些东西哈，记得点赞、分享、小铃铛哈。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